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昨晚闲人在三宝龙住了一个晚上，今天早早的起床。现在趁着上午天气还没热起来之前，闲人要去三宝龙的另一个地标景点朗旺塞乌转一转。印尼今年的命运真是多舛。8月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导致印尼各地的多个地区议会大楼被烧，而事态才刚刚平息没有几天，现在又因为换财政部长的原因，导致印尼近期股市和印尼盾汇率双双大崩盘。之前闲人有在社交媒体上了解到，中国大陆的一位名叫护城锋的网络红人，他发明了一套安卓苹果的二分法理论。那套理论提出一个将消费者按照手机品牌划分为苹果和安卓两派的概念。安卓使用者象征着廉价、低阶、劣质，而苹果使用者则象征着精英、高端和优质。护城锋在一段直播中，甚至对和他连线的网友呛声道：“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安卓人、安卓学历、安卓素质、安卓态度”，因而让这套二分法的概念成为了网络迷因。那按照这套标准，更可以延伸出一套完整的鄙视链，将住房、汽车、消费习惯乃至学历等都进行对应划分。如特斯拉是苹果车， Sam's Club 是苹果超市，大学本科以上是苹果学历，而地段差、隔音差的住宅是安卓房，养非名贵品种的猫是安卓猫等等。虽然闲人不完全认同这套理论，但是按照这套理论里的标准来分的话，闲人在试水的好朋友 Orange 是一只彻彻底底的安卓猫，而且好像闲人现在生活的国家印尼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安卓国家。那我们还是回归正题，趁着闲人还没有出发前往西爪哇之前，好好的享受在朗旺塞乌的悠闲时光。闲人相信，这种体验绝对是苹果体验，而非安卓体验。Manehna janji setia ngajaga, tapi ayeuna jalin teu aya karita arita. Kumaha carana hate narima, lamun kanyapa di barengan kudusta. Nepi jero dada sagalana jadi teu aya hartina. Unggal petinga doa hate nyeri sorangan, ngadu ka Gusti nyuhungkeun panglipuh jiwa, sangkan hate ikhlas nampak kenyataan. Mun cinta ieunan sauku carita, kumaha carana hate narima, lamun kanyapa di barengan kudusta.
老王塞乌原本其实是荷兰东印度铁路公司曾经的总部大楼，因为这座建筑一共有超过600扇的门窗，所以爪哇人把它戏称为千扇门，也就是爪哇语的老王塞乌。老王塞乌从1904年开始动工建设，直至1919年才全部竣工。但是短短的20几年后的1942年，日军入侵印尼，也随即占领了这座建筑，并把B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了地牢。印尼独立后，老王塞乌一度荒废，住在这座千扇门建筑里面的主要居民变成了老鼠。直至2013年，中爪哇政府才联合印尼铁路公司，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拥有铁路博物馆的观光景点。老王塞乌完美的从一个安卓地标转身变成了苹果地标。那好，时间也不早了，闲人也该动身出发前往西爪哇了。在下期的影片中，闲人会给大家展示西爪哇吉雷泵的风貌。谢谢大家观看闲人的影片，再见。Mentas bayang dayu Jumlah punuh nyorotnya jadikan asik